为什么说清朝的衰败是从嘉庆皇帝开始的呢？嘉庆皇帝永琰，他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15子，生于乾隆25年1760年，乾隆54年被封为嘉亲王，乾隆60年登基，改元嘉庆。他在位25年，卒于嘉庆25年1820年，终年61岁。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5位皇帝，他的父亲是乾隆，他的儿子是道光。清朝的皇帝都很勤政，没有昏君，没有顽君，也没有暴君。嘉庆是清朝入关后的第5位皇帝，其父是乾隆，其子是道光。那嘉庆皇帝是如何承上启下的呢？其实，在乾隆皇帝把皇位传给嘉庆的时候，清政府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那个时候贪官当道，农民连连起义，这也就代表着康乾盛世已经逐渐磨灭。嘉靖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皇帝，他从乾隆手中接过了一个走下坡路的国家，他在噩梦连连中度过了25年的皇帝生涯。嘉庆王朝后期，财政危机爆发，清政府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在钱上。嘉庆皇帝在位时，是一件件的处理社会危机，但同时又一件件的升华了社会危机。堂前盛世之所以没写成康家盛世，就是因为清朝在嘉庆期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嘉庆在位的这25年里，清朝从强盛国家而转变成一个衰弱的帝国。到了他儿子道光皇帝的时候，社会危机更加深重，内外交困，四面楚歌了。直到1840年，鸦片战争爆发，英国的大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，大清王朝从此就犹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天天的走向衰败。其实1757年到1840年这100年左右的时间，可谓是人类发生巨变的时间。同时期的欧美爆发了工业革命，爆发了制度创新，西方的国家已经摆脱了封建社会，走上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社会。西方列强的眼球盯上了大清，这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。而此时的清王朝还活在骄傲自大之中，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这就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。当时的大清已经到了历史的岔路口，那就是不进则退了。其实这嘉庆皇帝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皇帝而已，他在任期间既没有犯过太大的过错，也没有产生锐意改革的举措。嘉庆皇帝谈不上多好，但也不算多差。他一开始也是雄心勃勃地想澄清吏治，完成中兴，但是因为乾隆后期官场已经大面积腐化，可谓是通体皆烂，这才导致了财政危机爆发，导致了嘉庆皇帝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